虽然说这不是序列神力，但是这股力量可远远比序列神力更强、更可怕。按照先前那种公式，就算是寻常的第一序列神，都得有着不小的消耗才对。但如今看萧炎那番气定神闲的模样，显然那种消耗并没有伤及其根本。这炎帝究竟是多么的妖孽啊！一口长气自萧炎嘴中缓缓地吐出，他抬起头，目光淡漠地望着远处的半魔先天神。因为有着焚神一火的力量加持自身，他几乎能够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强的对手。而且焚神诀本就非常的神秘强大，如今施展出焚神九火中的异火力量，就能够足以对抗第一序列神。然而在刚刚的对碰中，半魔的先天神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将其击退，还真是令人有些惊讶。其中的焚神力量可以说是滔滔不绝，永无止境一般，可以时时刻刻的为萧炎进行着焚神力量的提供。虽然先天神坠入魔道，拥有魔之力量，不过想要与他比拼消耗焚神力量，显然是一件极为不简单的事情。不过萧炎显然并不与他再这样继续拖着下去了。虽然此时萧炎依旧占据上风，或许是他的直觉，如果再拖下去，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既然动手了，那便直接下杀手吧。萧炎的双眼微垂，如刀般凌厉的火芒却是自金色眼瞳中涌动而起，双手摊开，掌心上有着两道火焰，地炎和幻虚两火一出现，整个天地的温度瞬间急速飙升而起。要不是萧炎刻意让火芒不伤及诸天强者，恐怕神奇之下的所有大主宰，还是最强主宰，都会瞬间被这两道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温度给焚烧殆尽。然后双手开始变化，准备让两种不同的火焰开始相互融合，手印闪电般的往内挤压。绚丽的地炎以及白色的幻虚皆是不断的散发出毁灭般的气息，每一道火焰都拥有毁灭天地的能量。如果将这两道火焰进行融合的话，又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恐怖层次？磅礴的火焰能量如同喷发的超级火山一般，猛然自萧炎的体内不断的暴涌而出。刹那间，天地变得无比的震撼。他想要融合两种不同层次的火焰。虽然地炎也非常强大，可是与幻虚这等神火相比，却是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对于言之一道造诣同样极深的赤鸡古神，他的双眸中有着一丝火焰在涌动，有些难以置信。当两道火焰的融合光芒出现时，所有天元界的强者之人眼神却是突然一凝，目光有些惊异地盯着萧炎所在的位置。他们能够感觉到那种能量之中有着地炎和幻虚的两种力量，而且在这两道火焰融合后，似乎还有着一种极为隐晦与神圣的波动，而这股隐晦神圣的波动正是焚神之力。萧炎这小家伙果真是令人震惊连连。地龙古神饶有兴致地盯着萧炎，他知道萧炎获得了神火，又身怀如此强大的力量，一人的身上竟然有着如此多的奇遇，还真是无比的少见。两种火焰融合成功，炙热的温度顿时弥漫整个天地空间。在神火和圣火的对碰下，整个古元天都是开始剧烈的震荡起来。萧炎的金色眼眸停留在双手之间的区域，一朵宽大的炫白色火莲缓缓的悬浮，这朵炫白火莲上包裹着无数细微的星光颗粒，徐徐上升。比起当年的佛怒火莲，这神怒火莲更是给人一种神圣之感。随着炫白火莲花的缓慢旋转间，空间都是被彻底的扭曲起来。就算是半魔先天神，此时的眼睛也是紧紧的投向在那朵炫白火莲之上，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惊骇之色。这朵炫白色火莲中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即使是连那半魔也是首次感受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炫白火莲晶莹剔透，美丽让人窒息，而也就是在这炫白之下，却是隐藏着连已经神坠魔道变成半魔的先天神都感到忌惮不已的毁灭力量。毕竟这一朵炫白色火莲乃是融合了万火之中的地炎之王以及万火之中的幻虚之神，况且如今萧炎已经将幻虚神火彻底的炼化，更是能够发挥出幻虚神火全部的力量，能够让半魔先天神都是露出忌惮之色，足以证明这朵火莲的力量已经超乎了想象。这是萧炎最强大的底牌，虽然不是第一次使用，但是一般的对手也不会让萧炎施展此招，只有威胁到萧炎的对手才会施展这道最强底牌。毕竟半魔先天神的力量已经令焚神形态下的萧炎都感受到了不好的预感。此时炫白火莲缓缓升起，不远处的半魔先天神脸色也是变得极为的凝重。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位炎帝拥有焚神力量先不说，居然还隐藏着如此恐怖的抵杀招，成功融合两种不同的火焰，那所诞生的破坏力简直不敢想象。萧炎的金色眼眸凝视着半魔先天神，在焚神形态下融合地炎和幻虚，比起之前更加的轻松。而且萧炎更是发现，刚刚在焚神形态下召唤出地炎，竟然是与此前三道地炎融合后的最强地炎力量如出一辙。难道说只要自己在焚神形态下催动地炎，便能够拥有最强地炎的力量吗？想到这里，萧炎心中顿时一惊，这无意间的举动竟让萧炎发现了如此惊人的一幕。不过这对于萧炎来说简直就是好事，还有最重要的乃是施展神怒火莲需要消耗神力，但是在此时却是没有任何有一点虚弱感的气息，体内的焚神之力犹如是永无止境一般，不断的在体内无尽的翻腾。仅仅只是焚神一火，竟然就能够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要是日后寻找到其他神火融合焚神九火之中，
那岂不是想到这，萧炎对于后面的事情也不敢想象下去。对于焚神九火的力量，萧炎还真是越来越激动了。如果这一次萧炎真的击败了第一序列神的半魔先天神，那么在整个天元界、百至大洲的其他大界之中，炎帝萧炎之名也将会彻彻底底的传荡各大界的每一个角落。虚空上，萧炎的手掌缓缓抬起，咧嘴一笑，对于自己这一道神怒火莲的威力有着足够的信心，就算是对面半魔的先天神也是如此。先天神，你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接下我的这一招。不管你的这朵火莲威力有多么恐怖，也不可能会击杀一名天元界的第一序列神，并且拥有魔之力量的我。半魔先天神勉强的挤出一道笑容来。的确，神坠魔道后的他，其自身的力量已经高于寻常第一序列神，可以说在第一序列神之中，半魔先天神实属最强也不为过。先天神，让你尝尝我这最强神怒火莲。萧炎一笑，屈指一弹，顿时悬浮在手掌心上的炫白火莲便是爆射而出，整个空间的温度暴涨飙升，炫白色火莲瞬间射出，不仅是混元天的空间开始抖动，乃至整个天元界的空间都是剧烈的动荡起来。炎帝，既然你有杀招，那么我自然也有。本来想要靠着半魔半神的姿态将你击杀，看来如今这种状态还不能做到击杀你的力量。既然如此，我便彻底的入魔，你做好打算了？此时，黑色半魔脸庞出声道：“没办法了，如今这炎帝的力量极其强大，想要彻底的将其击杀，只能让自己彻底的入魔。”一边白色的半神脸庞有些狰狞的回道道，而且可以从先天神的眼中可以看出，对方有着浓浓的杀意。也的确如此，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拥有如此程度的焚神力量，半魔之躯显然不能够做到击杀他。那么想要彻底入魔，你还需要献祭你的灵魂。半魔脸庞说完，先天神的眼神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触动。神坠魔道，想要获得更多的魔之力量，则是需要灵魂的献祭。此前先天神只将自己的神体献祭入魔，所以变成一半神一半魔。那么一旦将灵魂都献祭后，那么先天神的意识以后都只能有魔之力量为主导，而他的意志只能作为次导。虽然还有自己的意志，但是真正操控自己身躯的是其他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多神都不会选择入魔的原因之一。不过对于先天神而言，只要能够获得入魔后的强大力量，击杀萧炎，他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半魔先天神的手掌重重朝前一推，将自身的神之力量催动到10成，而那半魔也将魔之力量施展极致。这两股力量同一时间冲上天际，在众人那惊骇的目光中，神之力量和魔之力量相互的融合，在融合之下，很快在那虚空上出现了一道黑色光团。渐渐的黑色光团在不断的变化，其中的魔气不断的蔓延而出，最终形成了一道无尽黑暗的魔洞。魔洞的周围被黑暗的光芒所笼罩，其中则是有着哗啦哗啦的声音，让人听闻顿时竖起了毛发，实在是有一些恐惧。紧接着，先天神一声厉喝，便是冲体内爆射出一道黑光，而这黑光正是先天神的灵魂。黑光射出，直接朝着上空处的魔洞中央掠去，不带一丝拖泥带水。在黑光进入魔洞之后，魔洞口竟然有着一圈圈涟漪的水波荡漾一般传开，当即魔洞周围的魔气变得无比的可怕起来。一道黑色的魔液直接从魔洞之中倒灌而出，落在先天神另一半的白色身躯之上。黑色魔液的出现，空间中便是有着哗啦啦的声音再度响起。随着魔液灌下越来越多，先天神的身躯竟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魔气，而现在的魔气竟然比半魔半神之时更加的恐怖。那等魔气的力量竟然化为实质一般，就连第2序列、第3序列的神祇都面露震惊之色，久久不能消散，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一股力量，就算是当年晋升第1序列之位的元尊都还要强大许多。在这等强大的力量下，萧炎的神怒火莲是否可以力挽狂澜？我已经彻底的入魔，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一道大笑之声响起，那原本还在被黑色魔液浇灌的半魔先天神，此时竟彻底的入魔。一道入魔后的先天神面貌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原本半魔半神的姿态已经消失不见，而那之前白色脸庞的先天神也被黑色魔脸所代替，最终取而代之的乃是全魔之躯。他那身上所传出来的气息，竟然令得所有诸天强者都不敢动弹，因为只要微微一动，这强大的气息就会将其彻底的吞噬一般，威力巨大。炎帝，究竟是你的焚神的力量强，还是全魔的力量更强？随着先天神的灵魂献祭，终于获得了入魔后的全魔力量。当即先天神看向朝自己暴掠而来的炫白火莲，他便将全魔之力尽数爆发而开，双手合十，周围刮起了剧烈的风暴，魔气呼啸，令整个天元界都开始震动起来，魔光不断的闪烁，一道约莫万丈高大的黑色魔影便是浮现而出，而先天神的身影化作一道黑色流光，直入魔影的眉心处。这一刻，先天神已经与魔影化为一体。随着黑色魔影的出现，无数诸天强者皆是瞪大了震惊的目光。这还是第1神力吗？这比第1神力势具更加的可怕强大，而且仅仅是散发出来的魔气，便是能够让主宰者陨落。就算是第3序列、第2序列不死也得重伤，这就是全魔的力量。神坠魔道，获得可以抹杀同等境界的对手，所以就算当年的祖龙和元尊在这里，恐怕也不敌全魔先天神。全魔之眼。随着先天神的话语落下，
巨大魔影之上，那暗红色眼睛诡异的移动，可以清晰的看到万丈魔影之中，那滔天魔气急速的汇聚在巨眼之上，而且全魔的力量也急速朝着那双巨眼汇聚而来。如此令人骇然的一幕，那恐怖的魔之力量再度疯狂的暴涨起来，那等力量就算是第一序列神力也是稍不及。这就是全魔的力量，献祭了神体与灵魂，神坠魔道后便可获得这等力量，不过就得付出一些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你将会成为全魔力量的一部分，而这股力量将会主导你的意志。待的全魔力量汇聚于那暗红色的巨眼到极致后，那万丈高大的魔影竟然缓缓地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双暗红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暴日而来的最强神怒火莲。先天神作为第一神，都感觉到萧炎这股炫白火莲蕴含着无比惊人的毁灭力量，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神坠魔道，获得全魔之力，恐怕就算是他倾尽全部的第一序列神力，怕也不敌最强神怒火莲的巨大威力。这炎帝的强大超乎了先天神的想象，当年炎帝就如此的可怕，从下位面斗气大陆晋升到大千世界，并且仅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大千世界的传奇人物。当年就连圣品天至尊见到这样的传奇人物，都是对此人极为的恭敬，因为他是炎帝如此强大的一位传奇人物，以及另一位传奇人物五祖灵动，二人联手进入圣渊之地，对抗众多天魔帝，并且还将这些天魔帝击败击杀，一举成为大千宫的诸魔王，获得大千宫公主都极为敬佩的人物。这就是炎帝的可怕之处。全魔一天手，当即一道可怕力量从暗红色的眼瞳中射出，形成了巨大的红色巨手。巨手浮现后，红色的光芒散发出无比的可怕魔之力量，声势极为的惊人。红色巨手所过处，留下一道长长的空间裂缝，裂缝上还带着魔之力量，使得空间久久不能愈合，带着足以毁灭一切万物的力量，正在撞向那最强神怒火莲。在无数人的视线下，那炫白火莲与那全魔一天手轰然碰撞在了一起。在那碰撞的瞬间，整个天元界的空间中便是充斥着一股极强可怕的能量，令得整个大界中的空气在此刻都陷入了短暂停滞状态。停滞持续了片刻时间后，这双方可怕到极致的强大能量便是在那虚空之上狠狠地爆炸开来。就算是天元界是第二等级大界，空间都变得极度的扭曲起来，同时整个世界都变得昏天地暗。在如此可怕的能量交织下，一圈夹杂着炫白色的能量风暴以及暗红色的能量风暴顿时朝着四周席卷而出。两股风暴的速度极快，仅仅片刻间便是将混元天中的所有山峰都是破坏得干干净净，空间都被火焰的热浪炙烤的温度急速飙升，整个混元天的上空形成了能量的大漩涡，强大的能量还在不断的释放出可怕的涟漪波动，朝着四周方向持续的扩散开来。两股对碰间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摧毁万物，就算是第三序列神还是第二序列神，如果处于这能量的大漩涡中，也必定会当场陨落。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那处空间大漩涡，诸多顶尖强者和序列神都无法压制住内心的震撼。这难道才是萧炎与先天神他们的真正实力吗？这也太过可怕了吧！特别是萧炎，他所施展的力量已经不是一位拥有第三序列神力能够施展的战斗力了，甚至第一序列神力都稍不及这令先天神都不敢怠慢的炎帝，竟然已经恐怖到如此程度了。然而这还是萧炎第三序列神的实力下就能够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强大破坏力。空间大漩涡中，火焰之力以及全魔之力的风暴四溢。然而接下来的画面更是让众人一惊，待得天空上的能量渐渐的散去之后，那一片的空间早已经变得虚无。由于两股力量太过于恐怖，就连天元界的空间都被破坏，化为一片黑暗。黑暗浮现，隐隐间一双暗红色的巨眼在那虚无中缓缓睁开。然而在这睁开的瞬间，巨眼之上竟然有些大量的血液喷出，那双眼睛显得极为的狰狞无比，全魔气息竟是在这一刻急速的减弱。然而一道先天神的声音缓缓传出，真是没想到本神今日竟然会败在你的手里，你的这道火莲竟然能够与全魔一天手对抗。虽然你我皆是没能战胜彼此，但是我想你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在这虚无黑暗的另一处，萧炎此刻的面色极其的苍白，身上有着多处伤势，嘴角也是有鲜红的血液流出。没想到自己的最强神怒火莲竟也没能击杀全魔先天神，并且在此次的对碰中，双方皆是被吸入大漩涡之中，被其中的恐怖力量重创自身。现在想要继续战斗，几乎施展不出多少的力量来。你真的太强大了，我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击杀你了。体内那重伤后的疼痛与虚弱感已经爬满了萧炎的全身，就算他的意志力再强大，恐怕也无法再坚持住了。我已尽力了。萧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并且生气都逐渐变得微弱下来。而先天神也与萧炎一般，或许是先天神的修为比萧炎更胜一筹的原因，虽然他也同样身受重伤，但意志却比萧炎要强上一些，所以他正在用全魔之力催动，希望能够给萧炎最后的一击。不过正当先天神运转最后杀招的时候，虚无黑暗中竟然出现了一道可怕的虚无风暴。风暴出现，令得整个混元天的万物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天地间瞬间飞沙走石，不万物生灵皆难逃虚无风暴的袭击。不好，这是虚无风暴，快撤！不要被这股风暴吸入其中，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快逃离混元天！
四大古神在第一时间便是反应了过来，便是对着众人急促的大喊。不过萧炎和先天神距离虚无风暴最近，片刻之间便是直接被卷入恐怖的虚无风暴之中，一股能够毁灭万物的虚无之力将萧炎和先天神的身躯笼罩而下。见到萧炎卷入虚无风暴中，灵动与沐尘刚欲出手救出萧炎，却被四尊之神拦了下来。快走，没时间了，萧炎他已经卷入虚无风暴，就算你们去了，也是无法将其救出，搞不好你们也会直接送命。虚无风暴一旦形成，被笼罩其中，就算是第一序列神都无法轻易的逃脱，更何况他们二人已经身受重伤的状态下，想要逃出虚无风暴几乎不可能。萧兄，拼尽全力守护天元界的危机，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萧兄陨落在我们的眼前吗？灵动沐尘见到四尊之神阻拦，虽然他们也是知晓四尊之神是为了他们好，可是事情并不能这样做，毕竟他们二人与萧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当初三人为了击败强敌，不惧任何，拼了性命也要守护世界，所以就算有性命之忧，他灵动沐尘也要将萧炎救出。不管结局如何，他们都没有任何一句怨言。或许这就是每一个真正强者心中的守护之道。而四尊之神也没有多说什么，心里也是有些无奈，但是又想着天元界萧炎一人与先天神对抗了这么久，为的就是守护天元界，如今被卷入虚无风暴之中，生死未卜。四尊之神的眼眸瞬间迸发出一道金芒。好，那我们一起去，不管能否救出，我们必当尽力而为。我们也与你们一起去。四大古神也是出声道，不过却被四尊之神反驳了回去。你们四人作为归墟神殿的执掌者，还有很多的责任在身，不用冒这个险。如果我们六人没能够回来，以后的天元界就交给你们了。祖涛之神吞吞沉声道。可还没能四大古神说什么，却被一股力量给阻断了。你们快走，一定要活下去。祖涛之神身为第二神，那股力量足以令四大古神都是骇然。既然祖涛之神已经心意已决，四大古神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下，四尊之神望了诸天生灵最后一眼，当即头也不回地掠进那具有恐怖毁灭力量的虚无风暴中，而后灵动沐尘化为流光，也一同掠进其中。众人看到天元界的四尊之神以及灵动和沐尘六人消失在虚无风暴中的身影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是泛起一丝泪光，心中有着不同程度的绝望和无力。不过作为第三神的四大古神，虽然有着万般难受，也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旋即直接转身，强忍着心中的绝望，对着众人说道：我们快退出混元天，这里等一下将会被虚无风暴彻底的吞噬，成为咒海中的尘埃。无数众人也是擦拭了一下眼睛的泪花，然后一鼓作气，催动自身的元气，对着其他诸天域的方向急速飞去。虽然他们不想做逃跑的那个人，但是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抉择了。萧炎兄、林动兄、沐尘兄，他们真的都会陨落吗？李颖身为年轻一辈中的顶尖强者，他同样有着一股奔放的热血。他从萧炎三人的身上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就算是暗令都是如此。不仅是他们，武废、紫衣晴、王熙、李光，还有五行天和乾坤天、苍玄天、林飞等人都是对其纷纷流出热泪。不过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这里停留，在四大古神以及所有大尊的指挥下，他们也只能前往其他诸天域，暂避虚无风暴的毁灭之危。而此时虚无风暴变得越来越猛烈，混元天的空间开始尽数的崩塌下来，虚无的力量更是像海浪一般涌进其中。而在虚无风暴的中心区域，这里的虚无毁灭力量更是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临界点，万物生灵更是无法挣脱出来，只能硬生生的被虚无毁灭的力量撕裂。不，先天神那不甘的声音竭力厮得的反抗着，明明还差一步便能够将萧炎彻底的击杀，可偏偏在虚无黑暗中出现了这能恐怖的虚无风暴，一旦被卷入之中，想要生存几乎为零。我不甘心啊！为什么？为什么？一股令先天神都感到死亡气息的虚无风暴不断的在撕碎他的身躯，风暴中的力量直接令其身躯上出现了诸多伤口，血液不断的流出。同样已经昏迷的萧炎也是如此，他的身躯被这等可怕的虚无风暴不断肆虐后，血肉模糊，并且依旧看不清萧炎的样貌，犹如是一道模糊的血人一般，恐怖骇人。一口鲜血喷出，先天神想要用尽全力逃离虚无风暴的撕裂，可是无论他如何反抗，依旧是徒劳无功。一道道惊人的虚无风暴不断的对其席卷而来，死亡的气息已经将萧炎与先天神彻底笼罩。难道他们真的要陨落在虚无风暴之中了吗？先天神那几乎扭曲的狰狞表情，表示无比的不甘心，身上的第一序列神力和全魔之气不断的燃烧在周身。而反观萧炎这边，更是让人看了都将会一脸的汗毛竖起，因为萧炎的血肉以及面貌都已经被血液覆盖，血肉模糊，极为的骇人，身上的生气已经几乎消失不见，唯有还有一丝心跳声。看样子在虚无风暴中，就算是萧炎的神体都无法抵抗住这样的虚无毁灭力量。不过在萧炎身后的不远处，六道身影齐齐出现，他们似是已经看到了萧炎，迈着艰难沉重的步伐不断的前进。萧兄，我们来救你出去。灵动沐尘心中暗自道，看到萧炎现在的模样，他们六人都感到震惊。如果再不救萧炎出去，恐怕必定会被虚无的力量彻底吞噬毁灭。
虽然说他们6人施展全部的力量抵御虚无的风暴，可是这股力量太过于强大可怕，他们6人也不敢保证坚持多久。因为他们此时就算是有着强大的力量防御，可是其身躯上也同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鲜血缓缓地流出。而距离萧炎还有10米的时候，他们6人的神色瞬间一变，投射至100米外的先天神身上。这一看之下，直接让灵动牧尘以及4尊之神彻底地嗅到了真正死亡的气息，甚至比死亡更加的令人窒息。因为那里有着一道巨大的魔影，其样貌并不清晰，但模糊能够见到它仿佛是负手而立，目光俯览着这片虚无，一种难言的气息缓缓地弥漫开来。随着一道魔音传出，那一道魔影身仿佛阴影间是变得凝实了一些，模糊间能够看见那一道修长身影，身着深红衣袍，那对红色的双目仿若有着一种凌驾于天地之感。